榮耀600 Pro 跟 OPPO Reno 16 Pro 兩台針對年輕群體的手機，本期就來看看它們的對比，看點如下，推薦大家仔細去看。當下正是618期間，也正是畢業季，那麼這兩台手機可謂是有備而來啊。那下面就看看這兩台設備的表現吧。有一個緊急的情況要跟大家說一下，本期就沒有錄像對比環節了。那具體原因嘛，大家看到後面的實況照片對比環節就知道了。正式測試前還是鼓勵攝影環節，我們的節目一直鼓勵大家能參與到攝影中來，希望大家也能拿起手中的設備，像本期入選的這些朋友一樣，積極的參與到攝影中來。還有就是別忘了給我們節目來個點讚和加關注，支持我們一下啊！那下面就看看本期的攝影環節有哪些網友的攝影作品入選了吧。前面这些照片器材名称的水印我都给隐去了啊，目的就是为了在攝影環節大家要多討論攝影本身，少討論器材。器材雖然分好壞，但是能成像的設備都能參與到攝影中來。歡迎收看 ZPH， 別忘了點讚和加關注支持我們啊。那下面就看看這兩台設備的表現吧。那這兩台手機後攝的主要焦段分布呢是非常類似的，它們都是主攝、超廣角和 3.5 倍的長焦鏡頭。現在是榮耀的拍攝界面，默認給了5個焦段切換按鈕，0.6 倍是超廣角，1倍是主攝，3.5 倍是長焦，2倍跟7倍是推薦的數碼變焦焦段。現在是 OPPO 的拍攝界面，同樣的在默認情況下，它也是5個焦段切換按鈕，也同樣是0.6倍、1倍和3.5倍3個光學焦段，同樣也有推薦的2倍跟7倍的數碼變焦焦段。這兩台手機在宣傳裡都說它們可以拍攝 4K 的實況照片。現在是榮耀的拍攝界面，那麼實況照片的開關呢就在屏幕的左上角。那麼在默認設置下就是拍攝一般的實況照片，超清模式下就是拍攝 4K 的實況照片。這個邏輯很清晰，很正常吧？正常到應該不用說它正常。那為什麼還要說呢？因為它有不正常的，譬如說 OPPO 這邊。那現在看到的就是 OPPO 的拍攝界面，它的實況照片開關啊是在左下角啊，這也無所謂啊。但是在默認設置下呢，就是拍攝一般的實況照片，這個很容易理解是吧？但是高像素模式，也就是超清模式下就沒有實況照片開關了。那 4K 的實況照片在哪兒拍呢？哎呦，我這個找啊，我使勁的找啊，我還打客服問呀，最終我才知道，在錄像模式裡，實況照片在錄像模式裡。而且你要是想錄 4K 的實況照片的話，你首先要切換到 4K 的錄像模式，然後開始錄像。注意啊，一定要開始錄像，然後再按旁邊的實況照片按鈕，才能拍攝實況照片。同時也會生成一段體積很大的 4K 錄像文件。這個操作我有點懵啊。最關鍵的是，本期沒有錄像對比，也是因為 OPPO 要用 4K 錄像的同時，才能截取實況照片導致的。切換完 4K 之後，我忘了切換回來了。等到後期的時候，我才發現 OPPO 白天的錄像效果還好，清晰度還挺高，但是晚上的畫面怎麼這麼黑呀？暗部細節非常的差啊！按說這倆手機的影像硬件是非常接近的，怎麼 OPPO 這邊這麼糟糕呢？一檢查我才發現都是用 4K 錄的。哎呦喂，我要是再重新錄制一遍錄像啊，節目上線的時間最少耽誤24小時。後來我一想，本來我們節目也是為了讓大家參與到攝影中來嘛，錄像測試的時間本來也比較短，而且這倆手機錄像效果肯定也是半斤八两的，乾脆這期就省去錄像環節吧。
這是我的失誤啊，給大家說声对不起。现在看的就是两台手机动态照片的动态部分对比，动态部分就是个视频嘛，可以看到，由于荣耀这邊是可以拍攝 4K 動態照片的，所以它的畫面是更清晰的。那現在的對比呢，是兩台手機在錄製 4K 視頻的同時，截取動態照片的動態部分的對比。那麼解析力跟清晰度方面，依舊是榮耀的表現更好。前面看到的鴨子的部分是用 3.5 倍長焦鏡頭錄製的，現在看到的荷葉部分呢，是用主攝24焦段錄製的。下面就正式開始對比兩台手機在影像、在光學上的表現了。測試前呢，兩台手機的系統都升級到了最新正式版。那麼我們還是先從主攝開始聊。從硬件參數上看，感光器尺寸是榮耀的更大，原生像素兩邊都是2.1像素，但是默認輸出的像素呢是 OPPO 的更高，光圈也是 OPPO 的稍微大一些。看第一組樣片，測試方式呢就是手機的默認設置，拿起來就拍。顏色方面兩邊是有區別的啊，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那麼中心解析力方面，確實是 OPPO 這邊的表現更好一些，因為它默認輸出的像素是2600像素的。但是這裡要特意說一下啊，這台 Reno 在輸出2600像素高質量照片的時候，快門的感覺有點黏。如果你用1200像素拍照呢，快門的感覺還是很爽快的。你仔細去體會，會發現高質量模式跟1200像素在拍照體驗方面有些不同啊。那麼這點呢，跟它自家旗艦機 Find 系列是沒法比的啊。那如果兩邊都用1200像素拍攝的話，這回兩邊拍攝的體驗是一樣的，按下快門之後都有那種爽快的感覺啊，成像速度非常快。但是這時候在解析力方面，榮耀就比 OPPO 的表現更好了。那麼兩台主攝都有2.1像素高清模式，這個時候在解析力方面的差別就更大了啊，榮耀這邊強很多。那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呢，就是硬件的差距。榮耀那邊的主攝採用的2.1像素的底，不光是底更大，它的型號也確實更好。鏡組的光學質量，也就是邊角畫質把控這方面呢，無論是左上角還是右上角，兩邊的效果看起來差不多啊。但是榮耀的底是更大的，它是更不利於把控邊角畫質的。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呢，榮耀的表現更好一些。再說超廣角鏡頭。從硬件參數上看，原生像素是 OPPO 這邊更高，光圈也是 OPPO 的更大，但是它的成像效果會更好嗎？咱們還是得用實拍來說話。先看第一組對比，在顏色方面嘛，地面的顏色差別稍微大一些啊，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那麼在中心解析力方面，是榮耀的表現更好，而且 OPPO 這邊超廣角也沒有高質量模式了啊，就是它的實時輸出1200萬像素了。雖然說榮耀的解析力更高，但是從畫面上看呢，銳化也更重一些。再看一組對比，這回顏色差別更大了，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畢竟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都是沒有標準的，你們喜歡哪邊，哪邊就好。那麼這回在中心解析力方面啊，差別就更明顯了，榮耀的更好，而且這組榮耀的銳化呢也不是很重啊，反觀 OPPO 那邊成像有點肉。從硬件跟功能上說， OPPO 這邊的超廣角確實是有5000萬像素高清模式的，那麼它跟榮耀1200萬像素比，在解析力方面也沒有任何的優勢。雖然說它比自己的1200萬像素啊解析力確實提高了，但是跟榮耀這邊的1200萬像素比，居然沒有什麼優勢可言啊！哎呀，可惜。那麼鏡組的光學質量，也就是邊角畫質把控方面呢，也是榮耀的更好啊，無論是左上角還是右上角，都是榮耀的表現更好。那再說中長焦鏡頭這塊，這兩台手機呢都有相同的3.5倍的光學鏡頭，而且它們的參數也是非常接近的，其實就是一模一樣的。那麼對比樣片呢，先從2倍數碼變焦開始看，它們都是主攝的數碼變焦。這個時候在解析力方面呢，兩邊是差不多的。現在是3.5倍光學長焦的對比，在默認狀態下 ，OPPO 那邊依然可以自動開啟高質量模式2600萬像素的輸出。這個時候在解析力方面確實是 OPPO 的更高，但是快門的手感呢有些發黏，在這方面呢是跟旗艦機 Find 系列是不一樣的啊，是比不了的。但如果3.5倍都用1200萬像素拍攝呢，快門的體驗啊手感都是完全一樣的了。只不過這個時候呢，就是榮耀的解析力更高了。OPPO 那邊的成像呢有點肉，他們倆的3.5倍呢都有5000萬像素高清模式，只不過放大到極限看啊，他們的畫面呈現出了不同的性格。榮耀這邊看着有點花 ，OPPO 那邊呢看着有點肉，你們更喜歡哪邊的畫面效果呢？當然在解析力方面啊，兩邊是差不多的啊。現在是7倍數碼變焦的對比，那 OPPO 這邊呢也不再開啟高質量模式了，都是1200萬像素輸出了。
這個時候在解析力方面啊，是 OPPO 的表現更好。當我以為後面所有超长数碼变焦焦段都是 OPPO 的表现更好的时候，結果我看了20倍和30倍的测試樣張，我發現從畫面觀感上啊，是榮耀的表現更好。而且這還不是個例啊，是所有的超長焦數碼變焦焦段都是榮耀的畫面觀感更好。看來 OPPO 那邊呢，在軟件方面還需要再努力一下啊，期待系統升級。再說微距拍攝，這兩台手機拍攝微距最好的鏡頭都是超廣角鏡頭。但是如果你拿手機慢慢接近被攝物體啊，雖然說系統會切換到超廣角來拍攝，但是它會數碼裁切到主攝的視角來拍微距。那麼這個時候微距效果更好的是榮耀。還有一點要特別說明一下，那如果你用這台手機的 3.5 倍來拍微距的話，系統也會切換到其他鏡頭來拍攝，只不過這個時候榮耀是切換到主攝來拍微距，而 OPPO 這邊依然會切換到超廣角來拍微距。結果呢，依然是榮耀的表現更好。再說前攝，先看前攝自拍的表現，用的就是手機的默認設置，沒有調其他的選項。榮耀這邊呢是有輕微美顏的，而 OPPO 那邊呢在默認設置下依然是沒有美顏的。你用 OPPO 的手機拍完之後呢，可以用相冊自己調美顏，也可以導出來之後用其他的設備調啊，都可以。那麼相比之下呢，雖然說榮耀這邊有美顏，跟沒有美顏的 OPPO 比呢，也還算自然。拍完之後呢，也可以在機身內調節各種美顏的效果啊。那至於這兩邊在默認設置下哪邊前攝的自拍效果好，就由各位看官來決定吧。你們覺得哪邊好，哪邊就好。現在是前攝錄像的對比，當然也是默認設置啊。兩邊的視角方面是有區別的，但是榮耀這邊呢還是可以調得再廣一些，只不過我們用的是默認設置對比。那剩下的區別呢，就是膚色的區別了。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歡迎說出你的看法啊！防抖、清晰度兩邊都是很優秀的。再看人像對比，用的就是手機人像模式的默認設置，沒有調其他的選項。榮耀這邊呢是有輕微美顏的 ，OPPO 那邊呢依然在默認設置下是沒有美顏的啊，這點我是服的啊，因為它跟其他手機不一樣啊，默認設置下拍人像居然都沒有美顏，拍完之後你可以在機身內調整，也可以導出到其他設備之後再調整。雖然說榮耀這邊是有美顏的，但是跟沒有美顏的 OPPO 比呢，它的美顏還是很自然的。因為之前有些手機跟沒有美顏的照片對比呢，還是顯得非常突兀啊，很不自然的。那麼在這方面呢，榮耀做的也還是不錯的。那具體哪邊的效果好呢？我覺得還是讓觀眾做出評判吧。你們覺得哪邊的效果更好呢？歡迎說出你的看法啊。再看直出擴張度的对比，這項對比看的是手機在默認設置下拍出來的照片在後期能力的多少。測試環境呢，挑的都是這種大光比的環境啊，亮部跟暗部的亮度差是非常大的。看的是亮部跟暗部的細節呈現、細節保留的程度。如果細節保留的越多呢，照片的在後期能力自然是越高的。那麼这兩台手機綜合來說，在這種大光比的環境下，無論是主攝還是超廣角，做的還都是不錯的。亮部跟暗部的細節呈現呢都沒有問題，暗部呢也沒有偏色。但是呢，要嚴格的來說，它們跟自家的旗艦機相比呢，穩定性方面都稍微差一些。比如說，有些場景是這台手機好一些，換了一個場景呢，就是那台手機好一些了。那畢竟跟自家的旗艦機比，售價的差距是實打實的嘛。那如果你有興趣呢，可以看看之前的節目，看看他們各家旗艦機的表現。畢竟我們的節目是可以跨視頻橫比所有手機的。再看夜景的对比，先看城市環境的這些測試場景啊，咱們先說主攝。那麼这兩台手機主攝在這些場景下的表現還是不錯的。這些場景呢，也是我們精挑細選出來的有強光有陰影的大光比場景，非常適合測試夜景。那麼這兩台手機的主攝亮部跟暗部的細節呈現都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超廣角鏡頭嘛，這兩台手機呈現出來的性格就不一樣了。榮耀這邊同樣是在直出的情況下，超廣角的亮部細節呈現也是沒問題的。但是 Reno 這台手機呢，又呈現出了 OPPO 的性格，就是在直出的情況下，有些高難度的場景亮部細節呈現不足。不過也沒關係啊，用 OPPO 的手機呢，只要打開自動夜景就行了。只不過打開自動夜景之後呢，成像的時間會變慢。如果是直出呢，還是有利於抓拍的；如果打開自動夜景呢，快門速度就要慢一些。那反觀榮耀那邊呢，什麼場景都用直出就可以了啊，成像速度也挺快，亮部細節呈現也挺足。看完了主攝跟超廣角，咱們再看看中長焦在城市夜景下的表現。現在是2倍數碼變焦的对比，它們都是主攝的數碼變焦，兩邊的表現都還不錯。
現在是 3.5 倍長焦鏡頭的表現，两邊依舊是比较接近的。现在是7倍数碼变焦的对比，其實這個時候要仔細看呢，已經是榮耀的表現更好了，細節呈現更強。只不過呢，沒有放大的原因是因為差別還不是很明顯，後邊就有差別比較明顯的了。從城市環境來到了昏暗環境，這個時候 3.5 倍的對比，榮耀這邊還是 3.5 倍光學鏡頭直接拍的，而 OPPO 那邊呢，它的 3.5 倍已經是主攝的數碼變焦拍的了。這個時候在解析力方面的差別是非常明顯的。現在是7倍焦段的对比，7倍焦段的榮耀這邊是 3.5 倍鏡頭數碼變焦拍的，而 OPPO 那邊還是主攝的數碼變焦拍的。它的 3.5 倍鏡頭在如此昏暗的场景下已經不工作了啊，解析力的差別是非常明顯的啊，榮耀這邊強很多。這次夜景模式的測試呢，就不再祖傳神樹跟健身器場景測試了，因為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場景現在在施工，我也不知道在挖什麼呢，燈火輝煌的，也就沒法測夜景了。那麼這回的夜景測試呢，找了一些也比較暗，但是更貼近生活的場景，咱們來看看这兩台手機的夜景表現怎麼樣啊？綜合來說呢，這兩台手機主攝跟超廣角的表現還是非常接近的。那麼如果較真兒的說呢，主攝這兩台手機肯定都是很好的啊，超廣角嘛 ，OPPO 這邊稍微強一點點。又到了結尾的總結環節了，咱們借着本期上榜的優秀攝影作品來聊一下這次兩台手機的對比結果。那麼白天主攝在默認設置下 ，OPPO 如果是輸出2600像素高質量模式時，那麼解析力是更高的。那如果環境的 HDR 壓力、多張合成的压力比較大，都輸出1200萬像素時，榮耀的解析力是更高的。但是5000萬像素高清模式下，榮耀的優勢是很明顯的。超廣角無論是解析力還是鏡組的光學質量，都是榮耀的表現更好。長焦7倍以下是 OPPO 的表現更好，7倍以上是榮耀的表現更好。微距呢是榮耀的表現更好，前攝和人像就由觀眾來決定哪邊更好了。那麼直出擴張度呢，兩邊差不多。夜景的表現呢，城市夜景環境主攝是差不多的，超廣角呢是榮耀的更好。長焦在城市環境下是榮耀的更好，昏暗環境下榮耀的就好很多了。那麼極暗環境呢，主攝兩邊是差不多的，超廣角呢是 OPPO 的稍強。節目的最後呢，大家更喜歡哪台手機的工業設計，哪台手機的造型呢？如果你更喜歡榮耀這邊，你就打1；如果你更喜歡 OPPO 這邊，你就打2。OK， 到結尾了。看完前面內容，希望在選擇方面為您提供了幫助，也希望您能喜歡我們的節目。別忘了點讚和加關注，支持我們一下啊！我們下期節目再見，拜拜。